大家好，我是大鹏，我现在是在新加坡，刚刚抵达的新加坡樟宜机场，现在呢还在机场里面。这是我第一次来新加坡，新加坡呢也是我环球旅行的第69个国家。行，一会儿呢出机场到外面去看一看。现在在这个樟宜机场，这个樟宜机场在亚洲范围内应该算是一座非常现代化的机场了，环境也不错。很多人啊把这个机场都当一个景点去逛，因此今天我也打算在这个樟宜机场稍微的转一转看一看。这个樟宜机场非常大，前后估计得有个2-3公里远吧。先说一下这个新加坡的感受吧。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新加坡这边明显温度要比印尼至少得低5度左右，可以说一点都不热。今天天气应该也是晴天，但是这边明显感觉这个气温包括湿度要比这个印尼好很多，比较适合生活。随便看一看看看价格。这个一到新加坡这价格立刻就变成这个几块的，不像这个印尼那边都几万的，但实际上这几块的反而倒更贵啊。好像是现在新加坡元对人民币是1比5吧，应该是一个新加坡元等于5块钱人民币啊。看了一眼在这儿吃的话，一碗面什么的40-50块钱吧。你如果要是挣这个人民币的话，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便宜啊。但是对于这个新加坡本地人来说他们收入比较高，因此我感觉应该说这价格挺合适吧，我感觉良心价格。而且这是机场才40-50，应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这是一个休息厅的位置。行，上外面看一看。现在已经出了这个机场大厅了，在外面稍微转一转。那边是这个公交车站怎么过去不知道。到了新加坡不敢随便这个穿马路了而且他也不给你这机会外面这温度确实要比这个印尼好很多。现在外面也是大晴天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这边的气温要比印尼低好多，至少得5度吧。这个点现在是3点钟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感觉到特别热的那种感觉，挺舒服的。确实这新加坡的气候要比印尼强太多了，特别是这雅加达地区。行，一会儿到那个公交车那儿去看一看，因为从这儿机场如果去市区的话，好像是坐36路公交车具体多少钱我也不太清楚，先去看一看。现在坐上这个机场的一个公交车，这个是去这个3号航站楼的。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我只不过就是跟着这个随大溜看很多人都上这车，因此我也上来了。说实话去哪儿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说这个车上显示是去3号航站楼，因此我先去那边去看一看，顺便看看这个沿途风景。新加坡不愧是花园城市，这个机场周边环境确实不错。要说也去过不少国家了，
确实啊，这个新加坡这里确实挺漂亮的，感觉这个街道也非常的整洁干净，毕竟是发达国家嘛。行，一会儿差不多就到3号航站楼了。现在呢，先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现在到这个3号航站楼了，具体为什么来这儿，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刚才好像听那个机场服务台说啊，这边有去市区的这个轻轨，可能是在这个机场里面吧，一会儿进去看一看。它是写着 MRT 啊 ，MRT 在哪儿？这个机场建的倒是挺不错，看看，这好像是这个地铁去往城市啊 ，MRT， 好像是在前面啊。一会儿往前面看一看，如果走对了的话，就直接去市中心转一转。行，现在已经到这城铁站了。买了一张卡，这个，卡是5个新加坡元，然后里面有5块钱的这个余额，做一次多少钱也不太清楚，一会儿看吧。具体做到哪儿也不知道啊，一会儿仔细的了解一下啊。人倒不多，哎呦我天！这车厢里啊不凉快啊，有点热。行了，现在找个座儿先坐下。因为在新加坡这里待的时间比较短，因此呢，我现在直接就去这个市中心那里了。好像市中心那里有一站叫做五级市，一会儿到那一站下车，到时候在这个新加坡的市中心啊稍微看一看。在这个五级市啊，这个地铁站这下车了。这好像是离市中心比较近的一站啊。这一站下的人挺多啊。刚才看到这车厢里还有罚款的这个警示布告。
不许这个吃喝，不许抽烟什么的。反正如果要是违反的话，几千块甚至上万人民币啊，这个处罚力度比较大。因此啊，在新加坡尽量的还是低调点好。行，一会儿到这个市中心稍微的转一转看一看。行了，出地铁站了，看看市中心是个什么样子。外面温度还可以，比这个印尼强多了啊。而且这边很多人都说中文。到处的草地啊，新加坡环境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也有垃圾啊。想象中这个新加坡应该没有垃圾的，所有人啊都非常的这个遵守这个环境的一些要求啊，但也不是啊。好像比这个香港强一些啊！我就记得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当时到香港是早晨啊，可能是这个清洁工还没有这个去收拾垃圾啊，地上全是垃圾啊。当时这个是在九龙那里下的车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早上去九龙那边看一看，有点像这个香港的感觉。那可能比香港车少一些啊，香港车太多了。看看往哪边走呢？我现在就想去那几个景点比较集中的区域啊。先往前走吧。这里正建楼了，不知道新加坡这里多少钱一平米啊？这里可是新加坡的市中心啊！之前好像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如果要是想移民新加坡的话，现在得需要1个亿的资产啊。现在国内能拿出1个亿的，应该说不多啊。反正我知道的有几个人好像是移民到了新加坡。之前在这个泰国有时也能看到，就是那个海底捞。国内很多啊，泰国也有。然后那个老板好像就是移民到了新加坡，其他还有谁？暂时一下子想不起来啊。前面好像有一个摩天轮啊，一会儿到那儿看一看。那里应该就是这个室内景点比较多的一个区域了。外面气温还不错啊。这个明显啊，这个道路上的这个声音啊，就比这个印尼啊强太多了啊！之前我在印尼啊说话我都听不见啊，就这样子边走边说。那堆摩托啊，我天！这个新加坡也有摩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边的摩托声音不是很大，另外数量也少。好，印尼那边啊，真服了。这边建筑倒挺有特色的啊，前面有几座高层啊，看看这个，嚯！这得有个200米吧，这个也不矮啊。现在有点进城了的感觉啊。因为这段时间确实一直在乡下待着，感觉啊。行，一会儿接着往前走，好像前面有一座桥啊，过了桥就到了这个景点比较集中的区域了。这个新加坡这边交通还是比较规矩的，如果要是这个人行道上有人的话，这车肯定是停下来啊。印尼那边肯定给你冲过去啊。在印尼那边过马路绝对是个技术活啊，感觉都吓人啊！哎，新加坡应该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标志啊，榜样。这个新加坡应该
好好的把这一套制度在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发扬发扬，但是估计很难。感觉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多多少少有点野蛮生长了。到目前感觉新加坡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干净吧？你看这儿也有垃圾啊，可能比日本还是差一点的。有人说那个日本也有垃圾啊，确实日本有的地方也有垃圾，但是它那个区域比较小啊，就是一些三不管地带啊，会有一些这个垃圾什么的。实际上大街上还是比较干净的，这点不是说替日本说话啊，这是真实情况。看看马路上的车啊，这点儿应该也算是晚高峰了吧，再过一会儿吧，车道不多啊。看这楼建的倒挺有特色的。行，接着往前走。这里倒挺漂亮，感觉这个新加坡相对来说还真是啊，比这个香港车少多了。就记得香港到处都是车，嗡的嗡的。就是这边过马路不太好过啊，有时不知道啊哪儿能过哪儿不能过。大姐出来跑步来了，有膀子力气。又来这个斯皮亚，在日本啊，几乎天天吃这个，因为便宜，没别的理由。在新加坡这儿也能买到，这边应该跟日本的价格是差不多的，但是这边种类好像比日本还要多，好像更适合这个东南亚口味吧。就是尝一尝这个新加坡的斯皮亚和日本的斯皮亚有什么区别？估计也没什么区别啊，这是最便宜的。行，一会儿尝一尝。行了，上来了，跟日本的那个量差不多。旁边还有这个小菜，咱们这边都是这种一个规格的。行，先吃吧，这会儿正饿了。吃完了发表一下吃后感言啊。行了，吃完了，这家还挺火，人还挺多。主要原因是便宜，味道还可以。在日本经常吃，而且日本这个就相当于中国的兰州拉面啊，到处都是。在新加坡这边稍微少一些可能。这会儿天黑下来了，无所谓了，周围溜达溜达。正好路过这里，吃个牛肉饭啊。往前面走一走，前面就是这个摩天轮了，周围很多的景点儿，一会儿到前面看看。正好啊，快到晚上了，这块晚上肯定也相当不错啊。现在已经看到摩天轮了，摩天轮在这个海边附近啊，因此到了那里就相当于到了这个海边了。现在还没到这个比较好看的时候啊，应该晚上7点半之后啊，这块就比较漂亮。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新加坡啊，它有些地方总有一些垃圾啊，不多，就这一点儿，但是它那个位置特别显眼啊，就感觉啊，总那么差那么一点儿，要有个人负责收拾一下就好了。行，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摩天轮的附近了，这一块应该就是新加坡最核心的一个位置。两边的景点还挺多，前面是这个著名的超5星酒店，好像上去一次20多新元吧，
具体多少钱我还真不知道啊。从我这个位置可以看到那个鱼尾狮的喷泉啊，离得稍微有点远啊，一会儿可以走过去看一看。现在是晚上5点半，一会儿黑了，那块景色相当不错。一会儿等到天黑，上那边去看一看。这会儿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吧，风还挺大的，也不热啊。这点出来的应该挺多的啊。现在到一个公园这儿了，旁边就是这个地标性建筑，好像这个公园叫做滨海湾公园。很多的人，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吧，傍晚来这边跑步啊。这边还有这种公共自行车啊，跟国内的那个小黄啊、摩拜差不多。这锁怎么成这样？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印度人啊，其实有的能看出来，有的是这个本地人，有的就是这个来这儿务工的。刚才我看到在这边修剪草坪啊，就是干那种杂活的啊，都是他们印度人。这一看就是来这儿务工的，不像是本地的。这会儿有地方可能下雨了，看那一片啊阴云。前面就是这个海峡了，马六甲海峡。新加坡这边称新加坡海峡，可以站在这个海峡这里看一看啊，能不能望到这个印尼的巴旦岛。巴旦岛和这个新加坡就隔着这个马六甲海峡。现在天儿慢慢的黑下来了。今天出来主要就是为了看这夜景啊。我这还能游泳啊，会选地儿啊。这有个喷泉挺漂亮。然后那边就是这个超贵的帆船酒店啊，估计现在这个房顶上已经有不少的这个游客了，估计这个点儿是比较好的一个观景时间啊。往前走一点就快到这个海峡了，往前面看一看，再往前走就走不了了。今天坐飞机的时候，从这个海峡的上空啊掠过，确实挺壮观的。这一片区域啊非常大，比想象中要大，估计得有一个10到20公里的样子。反正这一块儿确实看着挺震撼的。大家如果要是来这个新加坡，特别是从这个南边过来，一定要选一个这个靠窗户的位置。因为正好可以看到这个马六甲海峡。目前从南边过来的有几条线啊，比如像这个印尼飞新加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其他的就不知道了。现在已经到这个海峡边了。看这一块这个多宽啊！这个新加坡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区域，这边就是港口了，估计看看能过去吗？
可能是能看到这个巴丹岛。从我这角度看，那边隐隐约约的有这个陆地。一会儿我看看地图，是不是那个位置就是这个印尼巴丹岛的位置？行，这一块先拍到这儿。现在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呢现在还得往回走。这一天真累。关于这个新加坡的第一印象呢，就先拍到这儿。一会儿呢，去住的地方